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可是各位，伊朗它是神学政权，它是靠信仰。它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说明天告诉你说他们总共死了大概15000人，他们反而会激起一股仇恨，我要跟美国去拼了。美国是千里迢迢而来，大兵一天要耗多少油啊？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只要拖，美国就一定败，因为你要支撑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里等着，慢慢的跟你耗。今天中东情势，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美军的乌代德基地最新消息被炸了哦。那么以色列防空神话真的破功了吗？今天会来做关注。另外，现在伊朗的最新战术被指出使用的就是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战术，慢慢的放血，美国霸权撑得住吗？今天节目我们特别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会帮我们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美军现在中东最核心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也被击中了。以色列的防空神话破功了吗？再来要关心到是伊朗这一回打的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美国会不会被放血到虚脱？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了。现在呢，川普这边的弹药虽然他嘴上喊说是无限的，但是盟友不管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已经开始做焦虑了。亚洲会不会因为川普去帮了中东而被暂时放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震撼消息哦，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的在中东最大的战略枢纽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伊朗的飞弹给击中了。位置来看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地图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了。那么我们也来看到，目前正在伊朗的这个攻击方面，已经造成了27个美军基地，以军的总司令部都遭到袭击了。当中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基地，不管是在科威特的或者是巴林的这个拥有美国的海军第5舰队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卡达跟在阿联的空军基地，目前都是在被袭击的哦。那么更难堪的是，我们也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驻科威特的使馆，还有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也遭到伊朗无人机给袭击了，几乎都是全面被命中的。美军的防空系统难道真的出现了裂缝吗？还是伊朗它真的已经找到了突破美国防御的一个战术密码？委员怎么解读？所谓的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本来就不可能是100%的这个拦截成功的哦，所以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了。哪怕它能够拦截到85%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算能够拦截到90%，这代表还有10%可能会击中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美国所有在波斯湾地区在周边的这些机构啦、基地来讲哦，它绝对不可能因为有防空系统就100%的安全哦，包含以色列也是如此。那么其实这一场这个中东的大战哦，就是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几乎是灭国战争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绞肉机里了。就美国过去曾经把乌克兰俄乌战争当作了俄罗斯的绞肉机，他希望借着俄乌战争来削弱这个俄罗斯的国力哦，削弱俄罗斯的军力，影响他的财力哦。但是这一次，美国莫名其妙的这个被以色列牵入了这一场这个伊朗的灭国之战的时候，美国自己就陷入这场战争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的，大家在算的，就是你美国还剩下多少飞弹呢？你还防空系统还能不能够这个补给得上哦？包含你美国现在的这个轰炸的炸弹也好，你的这个相关的什么战斧飞弹也好，你到底还剩多少？就美国如果真的像这个川普讲的，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他欠我们台湾的飞弹早就该给我们了，怎么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呢？更重要的是说，你光到今天你就会发现说，甚至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出来这个对美国有维持了，他就说我的防空系统的飞弹已经快用完了，你怎么都不补给呢？你该补上来的你为什么都不补上来？所以显然看起来。美国自己的这个口袋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深啊。那当然，川普走夜路吹口哨，他总是要胡乱一下的。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看起来，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更不要讲说所谓的防空系统，你是3枚打1枚啊，就3枚这个爱国者飞弹，你要拦截下来1枚啊。那3枚爱国者飞弹是多少钱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伊朗这一次采用的这个战略，你说千刀万剐也好，你说慢火细蹲也好。他第一时间所出手的
大部分都是无人机耶，它不见得是这么快就把它导弹全部打完了。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以无人机来担纲的。对伊朗来讲，它的无人机可能比它的导弹、飞弹更多哦。那么用相对来说比较廉价的这个攻击的武器哦，去消耗掉美国跟它这个美国的基地、使馆，还有这些周边的这个美国的这些盟友们。他们的防空系统的飞弹，这对伊朗来说是一个聪明之举啊。那另外一点，当然外界也有解释说，伊朗没有打算一开始下死手啊，他只是想让美国知道说，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对彼此都不利哦。他希望美国能够停止下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现在伊朗所使用的相关的武器还没有用到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点名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比较精密的、比较这个准确的武器，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采取这样的步骤属实的话，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他用相对低阶的武器去消耗了美国高阶的防空飞弹，然后等时间到了、时机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阶的武器来清理战场哦。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其实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头，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绞肉机里头了。接下来你就要看美国的军力、美国的财力，然后如果连美国还要打地面战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人力，通通都要一起消耗在这场战场里。对，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接下来会进行的就是一场比较长期的消耗战。其实这也是伊朗他自己的策略。伊朗这次祭出的策略，就刚刚我们提到，就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其实这个消耗战是美国他在中东经营30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比较高密度，接下来的一个长时间的消耗战。这个伊朗使用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一开始他就先祭出这些成本比较低的，不管是无人机啊、火炮或者是这个飞弹，先做发射，消耗对手的一些拦截的库存之后，再发射一些比较高价的武器，或者是甚至现在传出是不是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等等。那经济学人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这个叫做用法拉利去拦电动自行车。现在以色列它寄出的这个防空的武器，不管是爱国者、萨德跟剑士3型，拦截率以色列说可以到达90%，但是呢，这个消耗量还有包括这个成本，我们现在也把数据调出来看，真的是差的非常多。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无人机，一架大概成本是落在2到5万美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拦截的成本，以色列的方面必须花费4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压力非常大的。更不要说现在伊朗手中还有统计起来大概2500枚的弹道飞弹跟数万台的见证者无人机。外媒直接做了一个预估，接下来美国还要消耗多少钱呢？因为第一天的轰炸就烧掉了7.79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47亿元，每小时等于1小时就烧掉了新台币大概10亿元左右。所以总的行动加起来，现在外媒估算美军会消耗的经费高达了6.67兆元，千刀万剐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这个消耗型的战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美国、以色列挡得住吗？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今天是伊朗的决策者，我是高层我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所有要讲我要怎么打这场战争它一定是以己之长，我有什么长处，攻彼之短，它的什么是短处？那以伊朗跟美国这两个国家比，我很快的跟你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他们各有什么长处短处。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武器啊、精良啊，他说到很多那是他讲，好吧？但是呢，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记住民主国家，越是民主国家的叫做集体战斗意志，其实是越差的。你去看，好比说北韩打仗，谁会反抗？谁会说不要？谁会去街上游行说这个反对继承人？不可能的。但美国会，美国打越战打到后来，你看全国都在那里，就是反战，对不对？所以美国这种国家他第一个选民要检验，第二个他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你一死人，你看哇，那个媒体在做报道，这个东西给他出殡什么的，大家看到都会觉得。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打仗？为什么要死掉？可是各位，伊朗呢，他是神学政权，他是靠信仰。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怕死。他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说明天告诉你说他们总共死了大概15000人，你认为底下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反战吗？在伊朗不可能，
他们反而会激起一股仇恨，我们要跟美国去拼了。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差在这里，就是伊朗不怕牺牲，美国怕，因为美国要选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千里迢迢而来，大兵哪有一天要耗多少油啊？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所以呢，只要拖，美国就一定败，因为你要支撑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里等着，慢慢的跟你耗。所以你知道，伊朗一定是采取了一个，就是我跟你耗下去。然后第三个，你知道，这个弹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美国是绝对不够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刚经历俄乌，它提供了多少弹药？那以巴的冲突，那它提供的是更多的弹药。这些弹药不是说，现在我缺很多弹药，那这样子好了，你是弹药生产商、飞弹生产商，你加开一个这个生产线好不好？他怎么加开生产线？我今天加开一个生产线，你这边要投资多少钱？投资完毕之后，这场战争打完了，那我加开生产线，弹药卖给谁？他们想得很远，所以不是说你说，我要紧急加班加生产线就能加生产，它的量就是这么的大。那美国已经经历太多的这个消耗了，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的军售一直延宕，你知道吗？因为就美国的立场而言，他永远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对，你台湾啊排在后面。如果日本打起来，日本又排在你台湾前面，因为他那里有好多的美军啊。韩国打起来也在你前面，菲律宾打起来也在我们台湾前面，因为菲律宾也有8个9个的美军基地。台湾有没有美军基地？没有，所以你的排序是很后面的。当我们的生产是足够的时候，而且都不知道该卖到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送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去催他也没有用。对他而言，我先看看我自己的国家利益，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你去抱怨美国，你知道，你不要抱怨他，对，因为他的国家利益有一个排序，台湾不在这个排序的前面。对，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针对这个中东的战事，他心里面有一个排序盘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韩也都很紧张。就如舰长刚刚帮我们看到的，日韩都在抱怨说，那你美国现在都把你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你的舰队都转到中东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这是来自于日韩的最新说法。日本的国会、南韩都已经开始焦虑了。那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家不要担心哦，我们美国呢这个弹药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永远的打下去，立刻说完就遭到美国国会的打脸，美国智库的打脸，美国智库直接的做警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我们这边在拦截的弹药方面消耗的速度是远高于补充的速度的，而且呢，海基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产能的补充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呐。官员还私下的坦言说，光是过去几天就消耗掉数年的一个产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川普他说这些话到底是在吹牛，还是在稳定军心呢？那干哥又怎么看？2次海湾战争，你知道美国打掉多少战斧巡弋飞弹 ？BGM-109是美国远征最重要的前行攻击武器，总共打掉1000枚。你知道搞了多久才补回来吗？10年。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战舰，它不是战机，它的优先项目是在第2、第3、第4后面的，所以打掉这些飞弹之后，这是美国最先进的飞弹，那怎么办？慢慢生产回来，加上美国又不景气，好不容易才补回来，这次你看一打，又打得快光了。我坦白讲一句，不是美国没有钱能够生产，而是它已经没有那样的工业能量。如果交给中国来做的话，很快1个月就可以补齐了，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这些熟练工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越战高峰的时期，1968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美国派驻在越南的战斗机不够了，从哪里调？从台湾调。台湾调什么？调 F5自由斗士式，先去补越南战场。为什么？因为这飞机小轻，可以对地攻击越共，所以叫我们赶快先借20架过去。我说我们台湾怎么没有随便借你飞机？开玩笑，我们面对的是对岸的敌人，是中国大陆那更大的那个敌人。然后美国说没关系，这一趟打完之后，我就给你更好的 F51比 F5A 还要好。结果你知道，我们就真的美国是大哥，我们就真的借了20架给他，没有还过啊。没有还以后也就算了，过了5年我们才拿回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让台湾来生产。我跟你讲，美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预算跟估量的，它到底能不能够让你觉得说，我这个交易是什么？是划算的？你不知道啊。所以日本跟韩国现在最害怕，为什么？眼睁睁看你美国就已经打成那样了，那等一下你就会从亚洲调啊。亚洲第一个调的是谁？韩国庆尚北道的那个爱国者飞弹，走什么？走去赫姆兹海峡。对。然后呢，那个卡达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快打光了，来，一样也是由韩国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来补充。从美国运来太慢了，我跟你讲，韩国会吓死。日本呢？好，日本的前沿基地、冲绳的基地，他们那边的防空飞弹也要往中东去调。我跟你讲，日本跟韩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啦，说不定到时候还动脑筋动到台湾身上来。难怪我们现在最近股市会大跌。好，我最后讲一个什么？讲一个，我告诉各位，爱国者飞弹刚刚讲的1枚400万美金，去打那个5万美金的见证者无人机，你觉得划算吗？我告诉你，美国还是在这样打，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他的战略的守则里面去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个叫不对称战争，有钱人才打得起来。川普，你在大话，我看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说，哇，库存光了，没得打。那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国际话题呢，还是要来聚焦过完马年依旧是非常火热的美伊话题啊。然后现在美伊跟军武的焦点呢，美国总统川普他持续在往伊朗的方向更多的投送兵力，对伊朗实施所谓的南北合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首的这个打击群，还有3艘的飞弹驱逐舰呢，从1月底啊就已经开始持续部署在阿拉伯海了。紧接着第2波的福特号航母呢，也正在从希腊然后往这个伊朗的方向去做一个集结。那不只是2艘航母之外在空中战力方面也是热闹的宛如是春晚啊，包括了什么 F-35、F-22、F-15、F-16在内，夯不啷当大概有超过100架的战斗机、100架的空中加油机，还有200多架的货物机啊，都已经在中东方向开始做集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如此浩大的声势，现在都已经在中东的方向来做集结。孙子兵法曰，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现在已经不只是粮草，是整个海军战力、整个空军战力，大家都已经动员起来了。如此大的大动作，包围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布局啊？我们就等川普总统一声令下，是不是真的就要带着这么强大的战力打向伊朗了呢？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起手式可能会怎么打，还有这么打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先请李将军帮观众朋友分析，好吧？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作战，首先你要考虑的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如果美国要对伊朗动手，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他的战略目标大概不外有3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伊朗要去除他的核设施；第二个，要求他要缩减他的导弹的数量以及射程；第3个，要他不能再支持他周边地区的这种民兵武装组织哈。那当然最好是能够彻底的推翻哈梅内伊的政权。那我们以这几个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以美军现在部署的军力，如果动手的话，达不到哈。我个人认为要达到的很难，可能会限于这个持久旷日费时的情形。因为虽然说它部署了大量的海空军，对海军来讲，有2艘航母战斗群，分别在地中海跟跟这个安曼湾外海这个地方可以形成南北夹击。那空军的数量也非常庞大。光战机就有100多架，那勤务支援的飞机有200-300架，哈，可以说是庞大的海空支援力量。可是我们唯一没有看到的是陆军的力量，没错，陆军力量。如果陆军力量没有，我觉得你要彻底的颠覆哈梅内伊的政权，光靠轰炸的手段，哈，可能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说，这个如果他想要采取马杜罗的模式的方式，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虽然去捕捉，可能这个哈梅内伊现在也有因应的措施，譬如说，他可能可以有地方先期的洞穴的躲藏啊，或者是分散的部署，或者是情报的遮蔽跟保护，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认为说是美国要动手来讲的话，可能不是如他所望的，光靠海空军就能够颠覆得了哈梅内伊的政权。
第二个，当然有人的说法是说，可能会不会先小打再大打哈？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有人会说，我先小打，看可不可以用武力折服这个伊朗。这句话是谁讲的呢？我觉得是川普所讲的。他前2天讲了一句话，他很纳闷哈，为什么集结了这么庞大的兵力，对，然后伊朗还没有要投降，这很明显他就想要借着兵力折服这个伊朗投降。但是伊朗看得出来，如果到现在这个样子，没有要这个示弱的话，可能后续你除非真打，不然的话他是很难示弱的。那先小打再大打，我觉得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作战讲究的是事显节短。一定是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集结大批的兵力，用狮子搏出的力量，一举这样彻底的这种，不管是心理上面的防御，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力量，彻底的将它击毁。如果你一击没办法击中的话，第2次、第3次，那当然这个日久之后就容易生变哈。所以说，《孙子兵法》有讲一句话：“未读巧之久矣。”你虽然说很巧妙，但是你拖很久，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美国对伊朗来讲，但是有一个变数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前2天。他因为关税的事情被这个大法官打脸，对6-3的比数嘛，那大法官说他关税这一部分来讲是违反这个宪法的规定，没错，违宪。那你要知道，以川普的个性，他会不会说这个为了扳回在国内的颜面哈，这个冒险的用兵哈，这个就是我就是要挽回一个颜面啊，可能他在国内里面是挽救他在国内。因为这次关税被大法官打脸，这个声望的低落，趁着一次的这种军事行动挽回这个颜面，这个是不可预期的变数了。当然，可是我是认为说，就算是你川普这样做的话，也犯了很大一个错误。我们《孙子兵法》也有讲一句话，叫做这个将不可怒而用兵哈。这个你如果说因为你个人的情绪，你贸然用兵的话。这绝对是兵家大忌。当然，后续我们有在观察，26号这个双方来讲，还会在日内瓦再做最后一轮的谈判。对，那这次谈判，那这个伊朗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退让，来换取和平？或者是说，美国川普会不会这个实施一次所谓导弹的攻击，战斧行虚拟导弹或干嘛？利用打完一次，你知道川普他的赢学就这样，所以他不见得要获得最后的战略目标，但是他只要有一次的攻击或轰炸之后，他就可以宣说，他打赢了，打了胜仗，然后就这个后续来讲就可以有一个台阶可以下来。但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如果没有达到你战略上的目标，你只是一次军事的行动，只是突然的浪费这个兵力而已，然后达不到任何的效果，那可能结果，我认为说最后的结果会不会跟去年6月份一样？去年6月份那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虽然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虽然说美国后来有加入所谓5叶之锤的行动，可是我们看到总共12天，双方就互相收兵了，鸣金收兵，互相收场，代表说这场仗打不下去。那这一次的行动会不会重蹈去年的情形？然后打了一场仗之后，然后双方就开始收兵，互相给个台阶，就大家就下来了。我觉得极可能的发展是比照去年6月份那种模式。好，谢谢厉将军的分析哦，确实啊，川普总统的很多动作，包含伊朗的回应呢，真的是可以靠《孙子兵法》里面很多的这个兵法讲解哦，来套用到这个环境里面。不过就在美国的航母调动之际呢，我们却观察到了闹出了一个笑话破口，是什么破口呢？竟然出现在了福特号航母的厕所上。因为根据美国这个公共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哦，说这个福特号的厕所是采用真空收集、储存跟运输的一个系统出现了故障。那疑似是当年的这设计啊，管线太狭窄了，加上官兵们长期的高强度使用，导致这个堵塞的情况很频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马桶不通这件事情哦，厕所不能用这件事情哦，算是这个后勤上面的一级警报。所以官兵如果都不能上厕所，你还怎么来进行远洋作战？都说嘛，人有3急啊，大家都需要如厕。那现在船舰这个排污系统虽然跟大家看到火力这种挂钩的飞弹大炮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的后勤啊、战备啊闹了一个大乌龙啊。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但是委员你认为这个 toilet 的问题是不是可大可小？真的是很搞笑的问题啊！以前我们看过所有的文献啦，
船舰上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空调系统。空调，第一次听到马桶出问题，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要去追查它发生什么原因哈。因为在传统的航空母舰的这些马桶系统的设计哈，它是分区设计的，它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各自独立的马桶系统的。但因为福特号在设计的时候，觉得它更进步一点。对，因为分区设计的马桶系统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它设备重叠度很高。第二个，因为设备重叠度很高，它占的空间就比较大。是。那它福特号想说，尼米兹号空间占那么大，我把它用统一系统来做处理的话，那设备减少了，空间减少，我会腾出很多空间来做武器或别的来使用。这是福特号设计的概念。是你这样想其实也没错。对，而且统一的集中式的处理啦，它水比较省。是比较省。好，优点讲完了，我们讲缺点。从2022年就发现了，因为它为了要流速快，所以它管线变得比较小，整个是全船网路化，把马桶网路化。那哪里阻塞你不一定知道，就有一个地方阻塞了，经常会造成全船大部分的地方都阻塞，大部分地方阻塞。那以前分区在设计，它基本上是比较靠机械化的。它有什么特点呢？这里坏了就修这里就好了啊，或者这里坏了，你可以到别的地方上厕所啊。就现在是整船同一个系统，坏的话大家都没得上厕所，所以这个是有个搞笑。一个好的设计哲学，再加上它有一个航空母舰，它忘了一个特性。航空母舰虽然舰上有4-5千人，但是大部分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来自于炮兵单位，有来自飞弹单位，有来自还有这个什么飞行员单位这个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参谋单位，因为在各单位每个人的生活习性都不一样，那生活习性不一样经常造成他们对厕所的需要事实上是不同的。很少人以为人类对厕所的需要是一样，其实大部分都不同，没错。那这种情形反而造成了这个他们这各种这个排泄物啦、盥洗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头发掉的比较多，头发掉比较少，所以形成的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在美国海军他们这个马桶是变成一门科学在做研究的，因为它要讲求环保，要讲求省水它又不能用海水的水来冲这些东西，所以因为海水会碱性化，会问题更多。那结果就所有的问题在尼米兹号都不觉得是问题，然后好心设计完了以后，在福特号全部是问题，而且问题发生不是今天，是2022年就发觉了，那始终无法解决，始终无法解决。你说对福特号的战力有没有影响？你刚才讲过，对什么火控啦、战斗机起降没有影响。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你怎么保证这个福特号出勤这1-2个礼拜就可以结束？没错人有对，它就不适合长期作战，没错，这是问题啊。你要去撑个1个月还可以但是你要撑个2-3个月就很惨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士气影响到生活空间。如果说你上了福特号以后，发现连那个中央驾驶单位都有臭味满天的话，你看这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觉得美国人想求进步但是在很多的细微的设计上面又出了问题。确实这个要远洋作战，官兵们还是要有一个舒服的生活的一个环境大家才有这个士气。好，川普总统现在不断向伊朗发动这个兵力的调动，他却迟迟不打从这个我们过年前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结果他都很克制，一直在维持住。难道是在等待盟友先动手吗？根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爆料呢，就说川普的团队他们其实私下有在考虑一个政治的考量，就是让以色列先去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等到伊朗大规模的报复之后呢，是不是有点像去年的剧本？然后美国再以一个正义之师帮助盟友的角色跳出来，然后大打伊朗，然后维持一个区域安全的姿态哇，这个剧本真是高借刀杀人的感觉还让以色列做了炮灰。那另外呢，外界也一度传出土耳其其实他也是虎视眈眈，一直在观察因为他们希望等美国对伊朗出手之后呢，土耳其刚才李将军讲的缺少陆军的这一部分
土耳其他来补上，他派兵来占领伊朗的部分领土。当然，土耳其有自己的小心思了。但随后呢，这样的说法就被土耳其的总统府给驳斥这样的传闻了。好，我们观察到美伊因为核武的矛盾而起，但是以色列、土耳其这些周边地区的国家也都有各自的盘算跟想法。好，这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我们请赖老师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帮观众朋友深入浅出的方式来点评，为什么美伊的东西其实可以扩张到其实土耳其跟以色列也都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先谈土耳其好，土耳其的可能性最低，很明显的是美国故意放出这些讯号，要挑拨土耳其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土耳其跟伊朗他们有竞争、有矛盾、有冲突，但是也有合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耳其它是逊尼派的，这个伊朗它是什叶派的。是。那土耳其想要争这个逊尼派的领导权的话，我们看到他们在叙利亚内部的内战中，土耳其支持的是逊尼派的反抗军。而伊朗支持的是什叶派当时的阿萨德的政权，所以彼此之间确实有过较量，有矛盾。然后在这个利比亚也是如此。利比亚当时爆发内战的时候，土耳其跟伊朗所支持的派系也不同，彼此之间也在这个地方有争夺，在高加索地区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彼此之间的矛盾不会扩大到两国之间的战争，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有合作的需要。是合作的需要在哪里？第一个是在库德族，库德族是伊朗跟以色列跟土耳其的共同的敌人，也是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共同敌人。是库德族人大概有5000多万人，人数不少。可是他刚好一方面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南部的土地上，然后在伊朗的西北部的土地上，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土地盘踞在那个地方。那库德族本身就形成了土耳其必须要跟伊朗合作，来共同压制这个库德族的发展，不然的话，库德族在土耳其被追剿，他往伊朗这个地方跑或者庇护的话，那这个对于土耳其后面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合作。第二个合作地方是在经济贸易，尤其是伊朗的能源经济需求，还有交通管道。它事实上贸易线尤其是中国大陆目前在打通的中亚到中东到伊朗，然后再进入土耳其的这条线，那对土耳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贸易线，所以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有合作。那你想有竞争有合作，怎么可能会爆发到直接的爆发冲突？而且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说美国开始要对伊朗采取动作的时候，土耳其是第一个跳出来。而且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美国的盟国，对，他跳出来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准美国使用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那我都连你的军事基地都不可能给你使用了，我怎么可能去率先打这个伊朗？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智库故意在放话，挑拨土耳其跟伊朗之间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土耳其排除在外。那以色列倒是有可能。以色列如果他是先发制人去攻击伊朗的话，伊朗就变成是被迫自我防卫去攻击以色列。这个时候改变的战争的态势就已经不再是什叶派对于以色列了，而是逊尼派跟什叶派会站在一起对付以色列。至少逊尼派不会支持美国，那么对于伊朗动手，所以这个可能性也不高。更何况。事实上是美国在制止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动手，怎么会变成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因为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是一直想对伊朗动手，没错，是美国川普一直不让他动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态势，很明显的就是有人在挑拨中东地区的混乱。那大家在问的是美国为什么到现在不动手？今天26号，那是我们台湾的时间，欧洲大概是在晚上。已经到傍晚了。傍晚的时候，他们的谈判正式开始。没错。那川普他维持高压的姿态，事实上是希望采用极限施压的方法，希望说，到时候你伊朗是不是在谈判中你能够让步？那伊朗事实上他也摆明他愿意让步了，也就是说他在
核武这个部分，浓缩铀这个部分，它愿意稀释，但问题就在于稀释到什么程度，而且如何被有效监督，这个是谈判中的难题嘛。但是如果伊朗说他放弃核武，这也符合中国大陆的那个核不扩散的原则。大陆在这个部分来帮伊朗，我觉得可能性就拉高了，而且有正当性。那也让美国有台阶可以下。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看到在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像美国他应以色列的要求，对于导弹那么提出他的建议案的时候，伊朗没有打开，把这个建议案原封不动的退回，意思也就这不在议程内。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开打？那就是代表在核武这个部分才是川普他本身的核心的议题，导弹只是满足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要求而已，所以只是一个虚应故事。那当伊朗整个退回去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这个美伊的谈判就破裂了，就终止了，没有。这代表美国川普还是希望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跟伊朗的问题。今天节目一开始，头条焦点赶快来关注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战事已经正式的爆发了。今天会关心伊朗它的动作重击了美军的基地，并且声称他击中了林肯号航母。铁穹现在说以色列的铁穹也挡不住吗？川普则是扬言还会再继续的加大打击，打到4周为止，更预告会有美军更多人会丧命，也就是说会全力来打这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已经全面开战，赶快来关心中东现在进入到了全面战争模式。本来在26号这一天这个阿曼调停人还出来说，谈得还行，和谈判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取得一些的进展。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时间，28日，美国就已经联手了以色列，启动了这个川普叫做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在12个小时之内，一共是狂轰了900次的空袭来进行。那美军出动了他的战斧巡弋飞弹、F-35逆踪战机，还有他的 FA-18超级大黄蜂等等。那么成绩的部分，我们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斩首杀除之外，包括了48名来自于伊朗的高层也都全部团灭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继续说，他说几分钟之内，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摧毁了9艘的伊朗军舰跟多处的海军设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它出动了200多架它的战机，打击目标超过500个目标，造成伊朗现在最新统计大概是近1000人的战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也针对了美国的战损说出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美国有超过500死伤，传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这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但是美军说，目前的战损是3死5重伤，所以这数据上其实还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针对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击，并且宣告没有红线。我们来看到伊朗的3层反击有哪些？首先，第一层包括了锁定了美军中东的命脉，也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还有其他多处的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阿联、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个就是伊朗说的，美军的航母林肯号遭到伊朗4枚弹道飞弹给击中，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被美方给否认。最后一个是飞弹跟无人机，伊朗方面轮番上阵，压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袭击，造成了9死20伤。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真的敢这个无红线继续的做攻击吗？刚刚说了，攻打美军基地、打航母，美军也有非常3死5重伤，这是来自于美军的说法。但是伊朗的数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准备全面跟美国来作对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么，美国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个结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闻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部分。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其实现在已经发生船只遭受到攻击的一个事件，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油价它一个飙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么样的
飞弹打到了，其实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一张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攻击点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舰飞弹啊。那我们日后看看共和卫队它是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其实是今天下午1点07分的时候截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AIS 的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其实几乎等于没有船只通过。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过，应该就是跟伊朗以及他的一个国防军或者是他的共和卫队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们这边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游轮啊。那这个游轮呢，它为什么不敢通过？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是有反舰飞弹的，无论从300公里到120公里，统统一应俱全哦。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呢，那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但是我们从之前红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胡塞组织，或者是现在的共和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发射了几枚飞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一个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那个林肯号就是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有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虽然高超音速飞弹目前大家是说无法拦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他不是他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请教委员又怎么看？因为伊朗说他有打击到这个林肯号，美军现在出面否认，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续喊话，他说他会再打伊朗打4周，而且他还说会有更多的美军丧生，他是强人反击，还是一个选战前的豪赌？那川普说出动了 B2， 还有这个沉积了9艘军舰的说法，可信度委员又怎么看？应该这样看的哈，任何一个战争双方面的说辞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说法、以色列的说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说双方面都已经确认有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等级比较高、可信的事实。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讲，另外一方面不讲，那你可以讲说，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实。那如果是有一边讲法跟另一边讲法不一样，那两边你就是要把它搁置，等到事情厘清以后。俄乌战争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啊，泽伦斯基说一大堆，说最后两边都说谎，这种几率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要做这个事。那以目前来讲说，这个到底川普要更激进的去打啦，或者林肯号有没有受创啦？林肯号有受创，到底有多大的受创？这个不能因为受创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这样子来解读。好，那你说这个美国能不能维护全球的霸权？美国本来就不是全球霸权了，但是美国在波斯湾还是霸权。所以你要是区隔这两件事情哈。那这个川普能不能撑4个礼拜？在战前好像你节目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断地强调。根本没有办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弹药，或者说他剩下多少战斧飞弹，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不知道，因为照道理他在俄乌战争消耗不少，他在以哈这个战争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还是要把对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都搬过去啊。如果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搬过去，那还真的够。可是搬过去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来那一下的话，那你美军不是很凄惨哦？是，所以不晓得他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全部搬过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
那这个至于 B2 有没有出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新闻上讲的，而不是这个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谓集成9艘军舰，那是美国讲的，伊朗这边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消息再等一点。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评估一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用战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战损角度是什么？比如说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后这个杜拜的帆船翻掉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换句话说，军用设施跟人员它的价值比军民两用还要高，然后军民两用比纯粹的民间的还要来得高。那我们这样的评估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拳击一样啊，我打到哪里几分，打到哪里几分啊，最后统计结果谁赢？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后，确定是美国伊朗赢。哦，这不用去否认它哈。那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反击力道？那伊朗会讲很多，美国也会讲很多。不要去相信，我们一样要用客观的数据来 double confirm 哦。那因为整个伊朗的高端阶层被端掉了嘛，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美国的战略讲废核，基本上只是它提高它打伊朗的正当性而已。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权，把伊朗政权移交到民选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军手上去。它基本上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伊朗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经济矛盾跟民族矛盾。国防军、民选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这个革命卫队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们是满清另外大多是汉人。新军都是汉人嘛，然后八旗都是满人，大概这种情形。那美国就想要趁这中间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铲除，革命卫队弱化，那国防军就有起来的机会。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好，所以美国已经达成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或伊朗，可以看到双方都互不相让，也都说没有红线，会继续的打下去。这一场战争会不会从目前的空战变成地面战，甚至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并不能排除它有发生军事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不只是你弹药的这个库藏是多少，也取决于最重要是政治的发展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在内部。那美国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第一个，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第二个，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者。这连国际媒体都不买这2个理由。那他在联合国安理会都这么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连串的暴动跟抗议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非常的脆弱，统治阶层很脆弱，哈梅尼也86岁，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看到了机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神权政府的高层能够干掉，一定会有比如说理性务实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够取代？后面的变化很难讲。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长久以来对伊朗的渗透，那伊朗已经像个筛子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准。就军事而言，这是个精准的斩首行动。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然后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来越多。ICE 现在在美国，这个是过街老鼠。年底的选举，美国的启动选举，所以川普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尤其是过去46年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地区的挑战者威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尼一举干掉、斩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很骄傲的吗？你接下来看，你川普一天到晚会讲这个事情，他的支持者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外交胜利。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下台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说，可能针对伊朗的情势的观察所采取的决定。那现在伊朗，你看到过去这
超过一整天的这个回应哈，打了8个波斯湾国家美国有基地的这些国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湾周围的这些国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战损，但除了那个雷达系统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伊朗说是打死了200名美军，但美国人说只有死3名，会不会再持续？因为第一天前面24小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因为你打死我的最高这个领袖嘛哈，而且不要忘记，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很刻意虚假的遮盖这个另外一件事实，它也造成148个中小学生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这个第一个24小时，甚至接下来1-2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会出来。那甚至会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种恐怖攻击会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经出现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们要去攻占美国在那边的领事馆跟这个大使馆，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我觉得就是看伊朗内部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多久新的最高这个元首会不会选出来，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上，革命卫队跟国防军大概不会去直接去取代新的这个政权，所以在态度上、言辞上强硬依旧，可是呢，在实际上后续的攻击上，这个强度会不会增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